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木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知有志系列纯颜羊绒衫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知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有不同尺码，每个尺码又分长短款，都分成了前片、后片、袖子和领子这几部分。先编织前片，分为下摆、身体和胸片。下摆采用右手长尾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形成这样的螺纹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并针的位置，无论是几针并作一针，图解上都是占一个格子。空白的区域没有针，表示不需要编织。这里数每行针数时，就数格子的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这里用到的针法图解都会进行相应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箭头表示编织方向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则是从左向右看图解。注意反面编织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起针，采用右手长尾起针的方法，注意开始预留线头，具体织法请看演示。首先进行长尾起针，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，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。具体长度参考图纸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，右手握住2根线，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2针，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3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4针，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，再挑起食指挂的线，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4针就起好了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。
起到需要的帧数即可。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下面至第一行，小样针数较少，从右往左看图解。第一针是下针，接着至2针上针，注意变换线的位置。上针下方形成这样的瓦片的纹理，接着至3针下针，下方形成这样的辫子纹理，继续至2针上针，后面就按照3针下针、2针上针交替的规律往下编织。注意，不同尺码结尾的针法不同，大家对照图纸对应编织即可。小样这里，最后2针织下针，第一行完成。我们将线头在右手边这一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继续织第2行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单面。大码这里第一针是下针符号，这里反面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织上针。小码对照图解编织相反针法即可。小样这里第2针继续织上针，接着是2针上针符号，织相反针法，对应至2针下针。大家也可以对照纹理编织，上针纹理对应至上针，下针纹理对应至下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织完这一行。结尾可以稍微收紧。第2行完成。下摆剩余的行数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方法与前面2行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里我用小样讲解一下数行数的方法。下针纹理形成这样的辫子，一个辫子代表一行，从第一个辫子开始数，有几个辫子就表示织了几行。棒针上的线圈不算一行，小样这里共织了4行，这个就是数行数的方法。这样下摆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身体，接着下摆继续往返编织，形成这样多列的花纹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织第1行，在正面编织，
这里我以大马为例，小羊行数不做参考，小马直接对照图解编织就可以。注意更换对应型号的环形针编织。先织2针上针，接着是1针下针扭针，将线放下来，穿入左侧线圈后方这根线，织1针下针，可以看到下方辫子是扭起来的，下针扭针完成。继续织3针上针，3针下针，1针上针，接着是左上3针交叉，将右侧这3针移到麻花针上，注意选取与棒针差不多粗细的麻花针，放在后方，然后将左侧3针对应至下针，再将麻花针上的3针对应至下针，注意麻花针不要扭转。完成后看一下，靠左的3针在上方，左上3针交叉针完成。继续织1针上针，3针下针，3针上针，1针下针扭针，注意线的位置，穿入左侧线圈后方这根线，织1针下针，下针扭针完成。接着是2针上针，一针左上3针交叉针，先将右侧3针移到麻花针上，放在后方，然后将左侧3针对应至下针，再将麻花针上的3针对应至下针，左上3针交叉针完成。继续织3针下针，2针上针，
一针下针扭针，3针上针，下面是左上扭针交叉花样。先将右侧2针穿到麻花针上，放在后方，左侧1针至下针扭针，接着将麻花针上的2针对应至1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左上扭针交叉花样就织好了。继续织1针右上扭针交叉花样，这里将左侧1针穿到麻花针上，放在前方，接着将左侧线圈对应织1针下针扭针，一针上针，再将麻花针上的线圈至下针扭针，注意麻花针一定不要扭转。这样右上扭针交叉花样就织好了。继续织3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2针上针，一针左上2针交叉针，这里交叉针的织法与左上3针交叉针类似。先将右侧2针穿到麻花针上，放在后方，左针对应至2针下针，再将麻花针上的2针至下针，左上2针交叉针就完成了。继续对照图解编织。下面到了豆豆位置，将线在左手上挂好，右手拿起钩针，穿入左侧线圈，调下，将线勾出，注意调整棒针，防止线圈滑脱，然后钩3针锁针起立，绕线1圈，穿入下方这个线圈，将线勾出，可以稍微拉长线圈，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就钩好了，继续再钩2针。完成后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再钩1针锁针。这里如果是下针位置，挑下针后方这根线；如果像这里是上针位置，
可以挑侧边这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整理一下，让豆豆向正面鼓起，一个豆豆就勾好了。将线圈套在右针上，继续织一个左上扭针交叉花样。编织熟练后，交叉针针数较少时，可以不用麻花针。这里我演示一下不用麻花针的织法。将左侧3个线圈调到右针上，然后左针从后方穿入右侧这2针线圈，左手捏入线圈底部，右针松开线圈，从前方将左侧这个线圈穿回右针上，再套回左针，这样就交换好了位置。原先靠左的线圈在前方，然后对应这一针下针扭针，一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左上扭针交叉花样就织好了。继续织一针右上扭针交叉花样，将左侧3个线圈调到右针上，然后左针从前方穿入右侧这个线圈，左手捏住线圈底部，右针松开线圈，从后方将左侧2个线圈穿回右针上，再套回左针，这样就交换好了位置。原先靠右的线圈在前方，然后对应织一针下针扭针，一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右上扭针交叉花样完成。下面勾一个豆豆，钩针穿入线圈，将线勾出，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勾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依次穿过，再勾一针锁针，然后在后方这根线上勾一针引拔针，套回右针上，豆豆完成。后面继续对照图纸往下编织，针法前面都演示过，继续织完这一行。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。继续织第2行，翻面，
先对照图解至2针下针。小样继续以大码为例，小码注意对照图解编制相反针法。大码下一针是下针扭针的符号，这里指上针扭针，将线放在针的上方，右针从左向右穿过后方这根线。这一针上针，上针扭针完成，可以翻过来看一下，是下针扭针的纹理。继续至2针下针，痘痘位置对应至下针，扭针位置对应至上针扭针，将线放在针的上方，右针从左向右穿过后方这根线。这一针上针，上针扭针完成，继续这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扭针，大家也可以对照纹理编制，扭针位置对应至上针扭针，下针纹理对应至下针，痘痘位置继续至下针，到了上针纹理对应至上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解织完这一行。第2行完成，下面织第3行，先织2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3针上针，2针下针，接着是左上3针与2针上针交叉，这里可以使用麻花针编织，将右侧2针挑下，放在后方，左侧3针织下针，麻花针上的2针织上针，
左上3针与2针上针交叉完成。继续至右上3针与2针上针交叉，将右侧3针穿到麻花针上，放在前方，左侧至2针上针，麻花针上至3针下针，右上3针与2针上针交叉完成。继续至2针下针，3针上针，1针下针扭针，2针上针，3针下针，一个右上3针交叉针，将右侧3针挑下，放在前方，左侧至3针下针，麻花针上至3针下针，右上3针交叉针完成。继续至2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2针上针，一个左上扭针与上针交叉，将左侧2个线圈挑到右针上，左针从后方穿入右侧的线圈，松开，右针从前方穿入左侧线圈，再套回左针上。交换好线圈后，对应至1针下针扭针，1针上针，左上扭针与上针交叉完成。继续至1针上针，两针下针扭针，一针上针，一针右上扭针与上针交叉，先交换左侧2个线圈位置。注意右侧的线圈在前方，然后对应至1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右上扭针与上针交叉完成。继续对照图解往下编织。下面我再演示一次左上扭针与上针交叉的织法。先交换线圈位置，左侧线圈靠前，
然后对应至下针扭针和上针，左上扭针与上针交叉完成，继续往下织。到了右上扭针与上针交叉位置，先交换左侧2个线圈位置。注意右侧线圈在前方，然后对应织一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右上扭针与上针交叉完成，往下继续对照图解织完这一行。第3行完成，接着至第4行对照图解编织相反针法，也可以按照第2行的织法对照纹理编织。往下织完这一行。第4行完成，后面的行数继续对照图纸往返编织，遇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，正面对照图解编织，反面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大部分花样反面可以对照纹理编织，但是像这一列的麻花花样，反面部分行数需要对照图解编织，不能对照纹理，大家编织时注意不要织错。数行数时可以数扭针这一列的辫子，大家对照图纸织完身体部分对应的行数，这样身体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胸片，接着身体的线往返编织，并在两侧减针，中间需要留出令窝。用到的新针法是下针左上2针并1针，下针右上2针并1针和挂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织第1行，这一行需要减针，同尺码减针数不同，先织1针下针，一针下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右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左针2个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下针的左上2针并1针完成，后面简称下针左上并针。可以看到左侧的线圈在上方，继续织1针下针，一针下针左上并针，右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左针这2个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下针左上并针完成，继续间隔1针下针，织1针下针左上并针，重复2次。下面间隔2针下针，织1针下针左上并针，织完这一行。完成后核对针数，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，后面的第2到6行全部织下针，大家对照图纸讲解完成。下面织第7行，
先织一针下针，一针下针左上并针，然后对照图解编织。不同尺码开始针法不同，想按这里针数较少，开始和结尾的针法不做参考。中间按照3针下针与5针上针交替的规律编织即可。织到结尾剩余3针时，织一针下针右上2针并一针，后面剪成下针右上并针，右针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左侧一针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接着用左针挑起不织的一针，盖过左侧一针并挑下，下针右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右侧的线圈在上方，最后一针织下针。第7行完成，接着织第8行，翻面，开始织一针上针，下面是下针右上并针符号，反面织上针右上并针，先将左侧2个线圈交换位置，也就是先依次挑到右针上，然后将左针从前方挑起，右侧一针，捏住底部，右针放开线圈，再穿回左侧一针，并套在左针上，这样2个位置就交换好了。接着右针从右往左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上针右上并针完成。可以发现，此时右侧的线圈在上方，下面继续对照纹理编织，一直织到结尾剩余3针。到了对应位置，下面是下针左上并针符号，这里反面织上针左上并针，右针从右往左同时穿入左侧2个线圈，织一针上针，上针左上并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左侧的线圈在上方，最后织一针上针。第8行完成，继续织第9行。先织一针下针，一针下针左上并针，然后对照纹理编织。织到结尾剩余3针时，织一针下针右上并针，右针先挑下一针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再将不织的一针盖过左侧一针即可。下针右上并针完成，随后织一针下针。第9行完成，下面织第10行，开始织一针上针，一针上针右上并针，先交换左侧这2针位置，
然后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即可。上针右上并针完成，继续对照纹理编织。最后3针时，织一针上针左上并针，右针同时穿入左针2个线圈，织一针上针，上针左上并针完成，最后织一针上针。第10行完成，继续至第11行，先织一针下针，一针下针左上并针，接着对照图解编织，想让这里针法不做参考。我演示一下这一行会遇到的挂针的织法。先将针从前向后挂在右针上，挂针完成，下面继续编织对应的针法。我再演示一下挂针的织法，将线从前向后挂在右针上，然后继续编织对应的针法。继续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第11行完成，接着至第12行。遇到挂针时，正常对应织上针即可。织完这一行。第12行完成，后面继续往返编织，在两侧减针。注意部分行数不减针或在边缘减2次针，大家注意对照图纸编织，一直织完领窝收针下面一行。下面需要在领窝收针两侧肩部分别编织，这里我讲解一下编织顺序。先接着之前的线往返编织左肩部分，注意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，在靠近领口的一侧通过浮针减针，右侧继续织左上并针减针，最后修针，然后在领窝位置接线进行领窝收针，然后往返编织右肩部分，同样在领口通过浮针减针，边缘继续织右上并针减针，最后同样修针。这里领口收针，两侧减针及肩部修针的方法，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大家学会方法后，对照图解将胸片剩余部分织完，请看演示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
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一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一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。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。
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。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这里标注的是休针，也就是需要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一下，我们可以用零线临时固定。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，就预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。注意防止线圈滑脱。左肩就织好了，接着织右肩。编织前，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。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1个下针，收掉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1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1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2针开始，将这一行织完。
然后在反面将第2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继续织第3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1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，并将这6针临时固定好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后片，采用右手长围起人的方法往返编织，同样分为下摆、身体和胸片这3部分。编织方法与前片类似，只是后片身体行数较多。胸片位置同样留出领窝，只是肩部织完后，与前片对应的肩部合并收针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后片完成。这里肩部合并收针的方法，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2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2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2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
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2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1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2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这样后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袖子，一共2个，都是采用右手长尾起针的方法往返编织，分为袖边和袖身。其中袖边的织法与前片下摆类似，袖身的编织与前片身体类似，同样需要更换对应型号的环形针编织，只是在2侧需要加针。这里用到新的针法，上针右加针和上针左加针。注意，在上针位置按照上针位置的织法编织，在扭针位置按照下针位置的织法编织。具体织法请看演示。上针的右加针，找到这个线圈下方的线圈，从后往前挑起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。接着将这个线圈织一个上针，上针的右加针完成。上针的右加针，找到这个线圈下方的线圈，从后往前挑起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。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。接着将这个线圈织一个上针，上针的右加针完成。上针的左加针，先将这个线圈织一个上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下方第2个线圈，
织一个上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上针的左加针完成。上针的左加针，先将这个线圈织一个上针，然后找到这个线圈下方第二个线圈，挑起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上针的左加针完成。绣身完成后，编织下针扶针进行收针。具体收针方法，请看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袖子完成后，需要将其与前后片袖洞位置缝合起来。缝合之前，先将前后片正面朝外，胸片侧边对齐，将胸片减针部分按照行与行的缝合方法缝合起来。注意，
胸片前6行搓衣板纹理位置不缝合，具体缝合方法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1针。边缘第1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3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1针左侧就是第2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2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2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2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2针，这一列就是第2针，正向线圈。这2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滑针，同样，这2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1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2个织片上，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，
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，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。例如，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胸片减针部分缝合好后，将袖子正面朝外，侧边对应缝合起来。方法与胸片部分缝合方法相同。完成后，将袖身收针中间位置与胸片侧边缝合位置对应，对照结构示意图，留出对应的袖洞尺寸。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需保证织片均匀平整对接，中间多找几个点固定。然后按照针与行的缝合方法进行缝合，具体缝合方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
如果行数多于帧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最后将前后片侧边缝合起来。这里注意只缝合前片身体部分对应的位置，前片下摆及后片剩余的部分不缝合。这里具体开叉的长度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方法与胸片侧边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，袖子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领子，在前后片领口位置挑针绕圈编织。挑针时注意对照结构图，在前后片领口位置均匀挑出对应的针数，具体针数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。注意总针数为5的倍数。穿入侧边形成的辫子挑针即可，具体挑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先挑至第1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我们从后片开始挑针，可以发现后片一般分为3段，2个侧边以及中间部分。挑之前可以先根据图纸上的要求，将后片总的挑针数分配到这3段。通常中间都是一一对应挑针，剩下的针数均匀分到2个侧边即可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后片挑21针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，这11针通常就是中间浮针收针的针数。剩下的在2个侧边分别均匀挑5针即可。挑针的这一圈全部织下针，对于这样的侧边，就是挑边缘的几根线，注意要大致均匀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方便观看。侧边挑好后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继续均匀挑5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前片位置，将前片总的挑针数同样分配到这3段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前片挑39针，
中间这里我收了7针，因此两边各挑16针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全部调好后，核对针数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这样，第一圈挑针就讲完了。挑针完成后，绕圈编织螺纹，全部从右往左开图解。棒针编织时，交界处注意稍微拉紧，防止纹理不美观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进行单螺纹收针，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全部织完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二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。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；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。固定线圈，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
这样单螺纹收针就完成了。收针完成后，大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是否将领子向内折叠，形成双层的矮领效果。如果想要进行缝合，另取线挑收针边缘的辫子和后方挑针形成的辫子卷针缝合。具体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大家只要缝合美观平整，正面看不出缝合痕迹即可。这样领子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